你绝对想不到，在这个冬天，一支由民兵、猎户和女巫组成的杂牌军，即将迎战来自地狱的狂潮。而他们的指挥官是一个把魔法当成工业燃料的前机械工程师。1个月了，罗兰·温布顿，辉宝王国的4王子，重复着城堡、矿区、城墙3点一线的生活。他不是在视察，是在死磕每一个可能被遗漏的细节，因为他知道，在这个世界，冬天的敌人不是寒冷，是邪兽。看看这道防线他是怎么布置的。第1层，民兵队，卡特骑士反复操练了1个月，所有人只有一个动作，稳住枪杆，听到攻击口号，刺出去。就这一个动作，练到肌肉记忆。第2层，猎户队，边陲镇所有善用弓弩的猎人全部编入，站在12尺高的城墙上向墙角射击，这个角度对老猎人来说几乎没有失手的可能。第3层，补刀队，由铁斧、卡特和2名精锐猎人组成，配备4支前装碎发枪，这是杀手锏，专门对付弓弩都打不穿皮的重型邪兽。还有底牌、炸药包，威力大到罗兰自己都怕，专门单独存放，毕竟邪兽的牙齿咬不坏水泥城墙，但炸药能把整段墙送上天。他组织过2次实战演练，第1次演练，民兵们被爆炸声吓得差点扔掉武器；第2次，当他们亲眼看到炸药的威力后，士气直接拉满。但问题来了，殿下，矿场交易的收入已经花去大半，如果邪魔之月真像占星家说的那么漫长，我估计撑不到冬天结束。把我金库里的钱全填进去，和柳叶镇的交易不要停，蒸汽机已经运到矿洞，整个冬天还能有一点产量。宝石原石不用压价，能出手就捡快，多囤粮食和肉干，总是对的。放心，我安排了一条小船，如果防线全线崩溃，我会离开小镇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她是夜莺，拥有隐匿能力的女巫。罗兰特地把她的活动范围放在望楼，因为这里能俯瞰整片战场。罗兰没有回头。你在骗他，你根本就没打算离开。人生已是如此艰难，有些事还是不要拆穿的好。如果王子的身份都算艰难，那我们又算什么？就算当不成国王，只要你活过征王令的5年，也是一方之主。比起担心这个，你还是多陪一下安娜吧，只怕她没多少时间了。邪魔噬体，每个女巫都逃不过的诅咒。冬天来临，魔力反噬会折磨她们的身体，轻则剧痛，重则死亡。我不觉得她活不过邪魔之月。为何？她说过不会输给邪魔噬体，我相信她。你居然会相信一名女巫？我们可是被魔鬼诅咒的人。是吗？我也相信你啊。漫长的沉默，夜莺没有再说话，她偏过头去，眼中多了些说不清的神色。同一时刻，城墙的另一侧，灰狗，他的朋友被陷害致死。我实现了梦想，邪魔之月结束后，4王子殿下就会为我举办册封礼，但我不想坐在病床上等待，我的伤已经好了，城墙上才是我该待的地方。陷害你的人还活着，可他不会一直活下去，这是殿下对我的承诺。下一次再会时，我会带来好消息。那么再见了，我的朋友。城堡的房间里，火光映着2个女巫的身影。安娜姐姐，你不怕吗？邪魔噬体，我是秋天才成为女巫的，今年是第1次。第1次啊，会很痛，有时候你甚至恨不得立刻死去，但你会活下来的，就像我一样。我不知道，我可不像你那样坚强，我并没有多么坚强，你也会遇到一些让你想要活下去的事物，哪怕是挣扎着活下去，比如沾满酱汁的肉排。安娜姐姐，刚才你闭上眼睛思考的模样好漂亮。他脑中浮现出第1次见到罗兰的画面，那间昏暗阴冷的地牢里，他把外套披在自己身上，轻声说要聘用他。直到现在，他仍觉得那一切不可思议。城墙上空飘起了雪花，灰色的天空里多了无数只洁白的精灵，乘着北风起舞，民兵训练的口号声远远传来。你居然没有说谎。雪花落在他的肩头，落在罗兰的灰发上，落在城墙的每一块石头上。邪魔之月开始了。当然，我本来就很少说谎。如布莱恩所说，边陲镇一旦下雪，便不会停歇。一夜之间，整座小镇裹上了白纱，镇子里冷清了不少，还是有一帮人跟着贵族撤走了。这样也好，至少他们不会拖后腿。殿下，您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了。以前的您虽然也会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，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，但那终究是些与王子身份不符的事。而现在，无论是那些古怪的训练条例，还是从炼金工坊搬来的新发明，
结果都出奇的有效。我有种感觉，说不定您真的能成为下一任国王。罗兰心头涌起一股暖流，还有什么比奋斗之后被手下认同，更让人手脚充满力气的事？走上城墙，民兵们正在清理过道积雪，见到王子纷纷躬身行礼。但罗兰发现了一个致命问题：引导路障。这些路障原本是用来把邪兽引向城墙中段的，让防线集中在一个可控区域。但2-3个月的积雪会把这些路障全部填平，到那时，600米的防线每一寸都可能成为邪兽的突破口。派人下去清理太危险，几只敏捷的狼种邪兽就能让清理队全军覆没。罗兰脑子里闪过一个方案，让夜莺带安娜前行出城，用火焰融化积雪，再前行回来，把女巫的力量用在最需要的地方。就在这时，昨晚没有邪兽踪迹，按照以往经验，第一场雪后还有一段平稳期，邪兽数量不多，大多是一些弱小动物的变异体。所有人的目光同时聚焦，雪白大地上，一团小黑影从雪地里爬出来，缓缓向城墙挪动。负责那段防线的猎户转头看向罗兰，等他下命令。快看前面，按之前的演练，你自己判断是否吹响号角。在这一点上，你比我更有经验。猎户犹豫了一下，最终只是拉上弩弦，站在墙边继续观察。罗兰满意的点头。就目前来看，城墙上的秩序还维持得不错，但问题是，当大量邪兽来袭时，他们还能这样从容吗？黑影越来越近，50米，能看清了，一只狐狸的变种，毛皮灰黑，眼睛猩红，喘着白气来到城墙下。这家伙才被侵蚀没多久，威胁不大。那只狂躁的怪物在城墙下徘徊片刻，仰起头，朝墙上的众人发出低吼，正要纵身一跃。这家伙才被侵蚀没多久，威胁不大。剑矢穿喉，黑血喷在雪地上，在白色大地上格外刺眼。罗兰盯着那滩黑血，脑中涌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同样受邪魔之力侵蚀，女巫觉醒后能保持神智，而野兽只会变得狂乱，身体还会变异？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，但他在心里默默做了一个决定：总有一天要亲自去绝境山脉背后看一看，那里是人类无法踏足的禁地，是地狱之门开启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千里之外，赫尔梅斯要塞，绝境山脉的最高点，大王子戈隆温布顿坐在牛皮帐篷里，感受不到一丝热度。他刚写完一封家书，收件人是他的爱人利弗亚。信里说，今天的大战结束后，他将秘密返回王都，带着忠诚的战士政变逼宫，质问父亲为什么发出征王令这样儿戏的旨意，为什么忘了他才是第一继承人。号角声响起，戈隆冲上圣城城墙，他的眼前是横跨绝境山脉断口的巨型防线，4杆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。晨曦、狼星、永东、辉宝4大王国的联军全部在此。远处的天空中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点，戈隆握紧了手中的大剑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他那个被他断言肯定已经夹着尾巴逃进长歌要塞的4弟，此刻正站在自己亲手修建的城墙上，带着一群女巫和民兵，准备死守到底。